书接上文，上回书说到，胡总管入狱，胡妻可谓是孤苦伶仃，丁卯动容劝慰。医生闻码头上惊现漕运商会冯二马的尸体，双方调解不成，约下文斗。冯二马尸体被殓回龙王庙，苦主小海也暂住庙中。狱中，胡总管向丁卯描述魔虎道前情。丁义秋和魔虎道暗斗20载，劫走死婴的正是丁义秋。为了点醒世人魔虎道复苏，丁义秋请求胡总管将自己杀死陈尸。胡总管请求丁卯保护好父亲留下的产业，这天津卫的江湖从此又是另一番模样。这才引出来断指残牙、直指骁将、闯鬼式御阴兵3人智斗贼首，牵引出漕运内幕。江湖，科学，拳脚，真相，水性好，法医，神婆，记者，身子骨弱，特别警探，娘，市政府秘书长，超凡绝伦的人中龙凤，大少爷，就是个跳大神的，天津小姐。不抽烟，不喝酒，有钱有势有什么用啊？眼里揉不得沙子，还行吧，通情达理。怕个杂，开什么玩笑？不娇气。有线索了。德意志，神调一门，大新闻。漕运商会，师傅，我操！父亲，不惹事儿。不怕事儿，推理正确，青梅竹马，天津百姓听好，不对哦。河神，河神，河神，河神。跟姐姐说说，你上次见到爸爸是什么时候啊？那小海昨天去过哪里玩啊？哎，你知道后面是谁吗？是龙王，河里的大神。你有什么想说的，就说给龙王听，他会帮你的。那姐姐给你讲个故事好不好？听老人们说呀，这海河里以前长成一种鱼，它长大了跟塔目鱼长得差不多，但是又比塔目鱼大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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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尤其是它这鱼背上居然长着那种长长的黑毛，
这可不得了了，这种黑毛还可……好了，我不说了。那小海想不想吃什么呀？姐姐带你去吃好吃的呗。切糕、糖饼，还是炸果子？包子？算了，包子肉太少了，不如肘子实在。那就……出什么事儿了？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我要验尸。小孩子还在这儿呢，你这样做合适吗？这里不是草云商会，能不能收敛一点你少爷脾气？没时间跟你废话。离我爸远点！给我滚！丁卯，我现在是漕运商会的会长，这个人是漕运商会的人。自从他进了漕运商会，他的命就卖给我们了。如果今天有谁想拦着我，那我就让你们跟他躺在一块儿。真当我不敢揍你是不是？小孩，走，我们先走。没事，哥哥在这儿呢。走。你们根本就不清楚现在情况有多紧急。你跟一个飘子较什么劲？蘑菇道。什么？你说过，师傅走是因为蘑菇道，所以冯二麻的死跟蘑菇道也有关系。你又知道了什么？蘑菇道会用邪术操控尸体，把他们这些人变成没有意识的野兽。邪术？操控尸体？听少爷您不是一向相信科学吗？就是因为不相信，所以我才要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就算如你所说，那您又怎么证明这伤口是被真的野兽给咬的，还是被像野兽一样的人给咬的？这个能证明吗？齿痕淤青，少一根手指。厨子不偷，五谷不收，跑堂上菜的偷吃偷喝，鱼肉缺不了嘴。这颗牙粗糙无光，平日里一定是粗茶淡饭。不对，孕妇跟老人一样讲究汤补，稀粥软米。牙齿应该是莹润坚硬，更不对。脑子热又有膀子力气，屠夫。人脖子这么软，还能把牙都咬掉了，会不会是牙口不好的病人？读书人，官老爷，
一个白牌下人根本接触不到他们，除非是冯二马身边认识的人，没有防范。卖肉的为什么不用刀呢？不对，病人体弱，怎么能把一个干苦力的冯二马制服呢？不对，按下杀手怎么可能选择咬人这么冲动的方式？也不对。从牙齿大小和磨损程度来看，不是年轻女子，更不是小孩儿。不对。那就只剩下2种可能：第一，是他们漕运商会内部的富太太，通奸有染，遭人灭口。那有的是办法秘密处理啊，犯不上抛尸河猪。不对。第二，冯二马根本就不是被人咬死的，懂医的人伪造伤口，再故意把一颗断牙放在里面，栽赃陷害。费这么大劲是想干嘛呢？没道理啊！还会有什么人呢？这个到底是谁的牙？死人。你怎么又抽烟啊？飘子，飘子，对，那颗牙齿是一个飘子的，是一个死人的牙齿。一个死人咬死了冯二马。进来。怎么样？这个房间不错吧？我跟你说啊，这可是整个龙王庙最好的房间了，你以后就住这儿吧。来，这个床可好了，你坐一下，感受一下，是不是很舒服呀？刚才欺负你的那个人以前就住在这儿，不过他现在是大商会的会长，肯定不会回来住了。你就安心把这当家吧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房间里好玩的东西可多了，我带你看看。你看，这是什么呀？你看看。小海。整个商会都是我的，我说什么就是什么，谁要是敢阻拦我，我就让谁死。这个房间里的东西，你想拿什么就拿什么，想睡哪儿就睡哪儿，可劲儿造。东西弄坏了也没有关系，反正啊是漕运商会大少爷的东西。小海，你没事吧？怎么了？没事。哎呀！少爷，咱们在益生门有没有安插眼线？你要打探什么呀？我想知道益生门有没有人左手少了一根无名指，指痕淤青，少一根手指。好，我去办。左手无名指，
怎么了？医生门我还真不知道，但咱们曹运商会倒有这么一位。谁呀？跟天明联手保住码头的红牌护卫，也是我的好兄弟孙老七。死人！你能再重复一遍吗？你的意思是说，你爹还有胡总管下了这么大一盘棋，就是为了把魔古道再翻出来？你爹死了，胡总管又进了监狱，你又接管了你以前最不想接管的商会，这么大的代价，就是为了让魔古道浮出水面，把希望寄托于有人可以站出来，同时又能去剿灭他们。你觉得这个可能性大吗？所以现在咱们必须要让人们知道，20年前的魔古道没有完全被剿灭，而且死灰复燃了。师傅还不见了，所以你俩都把自己爹给坑了呗。虽然我也很想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名堂，虽然我也接受不了师傅有事儿瞒着我，但是贸然前往，一定是无功而返。这冯二马确实是被死人给咬死的，很明显。现在唯一的线索就是去义生门，查一查有没有一个断了指的死人，而且还诈尸。你也看到那个死人胳膊上的指痕了？废话。可是你还是错了，不用去义生门，在我们漕运商会就有一位符合条件。我觉得这样有点过了。我跟你说，孙老七肯定死了，而且就埋在这棺材里，不可能跑出来把冯二马给咬死，这不科学。我也觉得不科学啊！咱俩难得达成一致，我看要不就回去吧。偷坟掘墓是要遭报应的。有什么报应都算在我丁卯身上，跟你没关系。那你喊我来干嘛？是你说要找师傅的，魔古道一出现，师傅就不见了。我跟你说，查出孙老七跟冯二马，他们俩跟魔古道之间的关系，这就是变相的在找师傅呀。这个道理我都懂，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关系啦！我跟你们讲啊，我好歹也是个神婆养大的，你们来这种地方，怎么也得有个行家帮你们把把关吧？你也就是个假行家。开什么玩笑？看着，交棒兵，你要听言，你拦住双将问过好，你收复安桥问家园，先顾我哎，不住南来，不住北，不住谁来？哎不。呀！啊！
儿哥，官儿哥！啊！鬼打墙了吗？开什么玩笑？我一个仙姑，我也就是散散步嘛。拉倒吧，你小时候天天鬼压床。你还尿床呢，天天尿，换褥子都赶不上趟。哎，行了。天黑走夜路，看树不看路，路是一样的，树是变化的。跟我走吧。哎，去哪儿啊？去一个安全的地方。把剑捡了。这就是你说的安全的地方？这地下躺着这么多人陪你，还不安全吗？你能不能不要吓我了？你怎么这么怂啊？你不是神婆养大的吗？你不是仙姑吗？就算有鬼有神，那也得敬你3分吧？看着干嘛？帮忙啊！我刚刚把一个同伴从迷途中给解救了出来，费了我很大的劲儿。我现在需要休息，能不能别耍嘴皮子？赶紧干活。为什么挖坟非得选晚上啊？这白天也不会有人来啊。鸡鸣灯灭不摸金。我们又不是来摸金的，我们只不过是来检查尸身的嘛。那也得讲究，这是老理儿。你别傻站在这儿啊！快去帮一下我们丁会长，我去巡逻一下，帮你们把把风。哎，给我一把趁手的兵器。这棺材被人动过了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没有关钉。谁会动啊？我们呀。这个孙老七真的自己跑出来咬死了冯二马？不可能，确实不一定。起。这棺材被盗门走过了。你说是倒斗的？是什么斗？盗墓贼。你怎么知道？天津道门的规矩，棺材被撬后，棺钉不再钉回去，而是放在棺材里。意思是告诉同行，这棺材已经被人动了，让他们别费劲了。而且你们看，有3尺鞘的痕迹。什么鞘？跳大神有文王鼓和赶仙鞭，盗墓的有洛阳铲和3尺鞘，这些都是专用工具。哎，那你们捞尸的有什么工具啊？没什么，就是一身的本事。你说有没有可能这口棺材下葬的时候就是空的，孙老七根本就没死？贼不走空，如果是空棺下葬呢，那么倒斗的肯定是要取走1颗棺钉。现在7颗棺钉完好无损，所以他们肯定从这棺材里取走了东西。会不会是衣冠冢？衣冠冢是客死他乡或者尸骨无存的情况下才会有，而且下葬尽量取全，死者生前衣物要完整的一套。孙老七虽然是漕运商会的红牌护卫，可也不是大富大贵之人。更何况，衣服是所有陪葬品中最不值钱的物件，盗墓的也不至于全部都拿走吧？那还有什么可能啊？
哟，还是本地鬼啊！哼，几个倒斗的小贼。哎，会不会跟孙老七的棺材有关系啊？有可能。别急，我知道他们要去哪儿。哪儿啊？你去过？这是哪儿啊？鬼市。就算是晚上做生意，也要弄得亮堂点啊。见不得光。什么见不得光？东西见不得光，人也见不得光。这卖的都是什么东西啊？外面买不到的，这儿都能买到。看看有没有喜欢的，遇见就不要错过。外面打不掉的，这儿也能打。这石头什么时候出土的？那是翡翠。哦，翡翠。哎，这儿有没有什么倒斗的？这翡翠什么价啊？您看着给，多了不退，少了不卖。哼，拿钱。干什么？买消息。哎，你带上。哎，带上。我说卖给你了吗？是你自己说的，看着给的。这是翡翠，仨瓜潦枣，打发要饭的呢。这东西说好听点，它是一块干青；说难听点，它就是一块碧玉石。以次充好，总得有个度吧？多了不退，少了不卖。这镯子也就值1个大洋，其他的算我给你打听一些人。什么人？刚才这位小哥也问过了，那些假装阴兵的人一般在哪儿销赃呢？这是鬼市，不是外面。做生意是其次，主要混的就是个规矩。大伙儿身份都见不得光，说出来都是犯忌讳。你以为我会为了你这点小钱儿，让自己哥们儿难堪？少往自己的脸上贴金了，小鬼！倒斗的都把玉器叫做石头，你连这个都不知道，还敢说跟他们是一伙的？你们如果真是兄弟的话，你在这儿能卖这些破烂玩意儿啊？谁下葬的时候拿这些东西陪葬啊？当然了，这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嘛。啊，有时候吧，忌讳不忌讳的，还得看到不到位了。啊，到位吗？一看就是有里有面的场面人。对不起您，我也不能对不起这县大洋啊。如果你真想讨点好的玩意儿，你往上面去。
这林子啊也有门道，尽量别看两边，跟紧我就成。为什么这些江湖人门道规矩会有这么多？街头市井，旁门左道，混江湖免不了躲在阴影里讨生活。可没了太阳，就得有个约束，要不然大家心里都没个底，还怎么做事儿？既然立了规矩，明摆着说清楚就是了。三教九流，五行八作，各有各的需求和禁忌。有些事情是说不清楚的，有个遮掩啊，一方面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，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分清是不是一路人。最重要的是能保留一些秘密。你怎么突然对这些事情这么上心了？你不是一直瞧不上这些下九流的事儿吗？以前觉得跟这些江湖事沾不上边，现在不一样了，还要多问多学。还沾不上边儿啊？漕运商会说好听了叫商会，实际上就是天津最大的帮派。你再努力努力，都能一统江湖了。哦，到了。几位，说多了没劲。刚才咱爷们儿打过照面了。你说这话我可就听不懂了。咱爷们儿是跟死人打照面的。那赶巧了，今天我们来就是要打听死人的消息。孙老七、孙英的墓，你们到过他的墓吗？你俩这是在跟我打听事儿呢吧？我今天没带够钱，我问你什么，你说什么。改明儿我找人给你送过来。哼，少来这套。那就把话挑明了，您吃哪套？不是来拿东西的，就赶紧给我滚蛋，别耽误我做生意。不说吃哪套，就是吃硬不吃软呗。好看，好看。洛阳铲对赶弦鞭，都是自己平常吃饭的家伙事儿。不过我这姐们下手可狠，就你们几个天天昼伏夜出不见天日，干的还都是缺德折寿的买卖。身子骨肯定虚吧？就算动起兵刃来，恐怕也不是我们这位姐们的对手。更何况，这里还有俩大老爷们呢。郭二哥，怎么办？那棵粗树看见了吗？啊，右边，第二根树杈，被前面那棵树树叶挡上的那个位置，看到了吗？看见了。看准了那个位置。哦。把这个扔过去，能有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。这是我妈的返魂铃，她做法事还要用呢。你放心，扔过去了必会有人给你捡回来。是那儿是吧？扔啊！哎，女侠啊！呀！哎呀！姥姥的，怎么就得我一个人砸呀？哦，这林子里就他一个人啊！草木皆兵，这马匪的招数也拿出来显摆，学又学不像，真是不怕结仇哈！还有那什么，鬼打墙、阴兵借道，这都什么年头了，拿出来糊弄小孩呢？几位好汉爷爷，你们是哪条道上混的？正道上的。大道小道。睁大你那双贼眉鼠眼，瞧明白喽！就非要我把话说这么明白，还大道小道，
这一位就是我们漕运商会新上任的丁会长。漕运商会会长？我他娘还是英国领事呢。还真是丁会长。丁会长，不好意思啊，是的，我见过你。哎，快！丁会长，我在报纸上见过你老人家，你这身份，怎么有闲工夫到我这儿来了？我来这儿干什么？你心里不清楚吗？啊？你是为了那事儿？这不废话吗？丁会长都亲自出马了，还能是什么事儿啊？要是那事儿吧，确实是俺们办的不地道。怎么个不地道？尸体还没运出来，就先把饮酒壶和真丝手帕运走了。是孙老七吗？对啊，你看这会长都来了，难道你不是打听漕运的事吗？当然是啊。不过这东西啊，已经出手了，我们把钱退给你，估计你了也瞧不上。江湖规矩俺懂，丁会长，你说吧，俺们认罚。这漕运商会打点你们的还不够花吗？这位爷，你这话是怎么说的？漕运商会定期都会给你们道门打点费，目的就是让你们不要动漕运商会的墓，图个死者安宁。既然你说你们懂规矩，那就当着漕运商会会长的面好好说说，为什么要盗孙老七的墓？哎，等等，几位爷，咱们是不是聊岔劈了？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可是每年不光拿着你们漕运商会的打点费，但凡有头有脸的人家，那可都是明白这个规矩的。这个规矩要是让俺们给破坏了，那俺们还怎么在江湖上立足？你刚才自己说，你们把陪葬的丝巾和酒壶给顺走了，还说你们没开孙老七的棺材。哎呀，那东西啊是俺们的错，但是苦主上门拿钱让俺们帮忙开棺，那可是另外一码子事啊。苦主拿钱啊，还让你们开棺？对呀，这个比方说啊，下葬的时候时辰不全，后来找齐了，你得开棺补齐吧。再比如说想迁坟，换个大棺材什么的，都知道俺们开坟掘墓的活好。这甭管这个墓啊被刨成什么样，完事之后一准给你恢复到下第一铲子之前的样子，这叫手艺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漕运有人拿钱让你挖孙老七的棺材？孙老七是你们漕运商会的红牌护卫，你一个白牌下人，是苦主吗？活着是分白蓝红银金，可是这死了，就都是漕运的人，怎么不是苦主啊？理儿是这个理儿，不过这是你自己的事儿呢，还是另有隐情？别人家的家务事，你还真想知道啊？不想。别问那么多了，这活啊，你接不接啊？得嘞，你来说，这活怎么干？把尸体起出来，交给我就行，其他的别报，原封不动填回去。这样啊，你说的这活儿，我们从来没干过。再坐会儿。我是答应过他，不动其他的东西，但是这个倒斗的活干多了，实在是管不住自己这双手。把尸体运出去之前，那东西已经揣兜了，实在是惭愧。不过丁会长啊，你们漕运的人还真是不信这个邪呀！啊，这人都已经入土了，哪有把尸体刨出来重新运走的道理呀？嘿，这不等着人诈尸吗？
谁给你的钱？啊？合着这事儿你不知道？不知道啊。得，算我多嘴了。不是有身份卡吗？这个有。至于写什么名我忘了，因为当时没过脑子。长什么样，有什么特征，你应该记得吧？哎，这你可就难为我了。你都搁这站半天了，我不也没认出来你是丁会长吗？这鬼事啊，见不得光，要的就是互相瞅不清，省得惹麻烦。不过，俺觉得这个人是个渔夫。渔夫？他穿了一条橡胶水裤。这清汤锅得先下肥肉，等把锅涮出来了肥肉味，再下生鲜，最后是蔬菜。东西吃到肚子里都混成浆糊了，哪用都浆糊。来，我头大。明少，你这就又不行了，知道吗？怎么不行？这肉啊，不能直接蘸这个麻酱，这样啊，吃了后面这麻酱会越来越淡。肉夹出来应该先放在一个空碗里。然后拿勺子舀一勺麻酱浇在肉上面，这样吃到最后一口啊，麻酱还是最先开始的味道。我可没那个耐心，伯爷，您慢慢讲究，我就能吃了。我在南方那2年吃过一次他们那儿。好，那是那个指甲，你老子都见过吗？整的吗？真的假的？那什么味儿的？他不儿子没感觉。不是我说你啊。你捞吃累的不敢下水也就算了，还怕这怕那的，你好意思吗你？伯爷您还有老和珅徒弟呢，那么多人挤破头想拜郭师傅，不就是为了点一面冤吗？您可倒好，连烟都不会碰，说出去好意思吗？我是不会抽烟，但我会抽你。吃吧吃吧吃吧吃吃吃。